痴呆大爷站在空调外机下接空调水喝，我阻止不及，大爷成了植物人。大爷儿子却指责我给他爹下毒，害得我丢了工作，倾家荡产，最后后悔而亡。再睁眼，我重生在大爷用杯子接空调水时，我低头路过，看都不看一眼，大爷却一把拉住我，眼神空洞地问：“小伙子，这水能喝吗？”我眨巴着斗鸡眼，吃惊反问：“啥？你要吃粑粑？”大爷脸上扭曲了一下，很快恢复正常，一边说着，一边把杯子往我手里塞。上一世我夺过了他手里的杯子，就因为这一过手被他儿子讹上，说我给他爹下毒。这一次我怎么还会上套？而这次近距离观察大爷的眼神，我发现这老头根本没糊涂，更不是他儿子口中的老年痴呆，要不也不会故意拉住我问，这是跟他儿子组团讹我呢。我立马把手举过头顶，大喊道：“队长，别开枪，是我。”大爷又懵了：“小伙子，你说啥呢？你把手伸过来，快帮我看看这水能不能喝，我快渴死了。”我马上露出谄媚的笑容：“柴犬君托我给您带个话，只要你缴枪投降，够把八大大地管够。”无奈大爷长得矮，踮起脚死命够我的手也够不着。眼看我不上套，大爷往地上一躺，杯子就放在身边。他的哀嚎终于被路人听到，一个女白领急忙跑过来：“大爷，你渴了吗？我给你端水好不好？”大爷一看来人的衣着，顿时眼神发亮，颤颤巍巍一指身边的水杯。水。女白领就要端起那杯水给大爷，我大喝一声，一脚把那杯空调水踢飞，水杯砸在墙上碎成渣。女白领吓了一跳：“你精神病吧？大爷可成这样，你把水踢了干什么？”我嘿嘿一笑，打着斗鸡眼，做出骑马的姿势：“白有马，蹄朝西，驮着唐三藏。”我逐渐加速，跑远了。这个大爷但凡沾上一点，他们能把你血吸干。大爷看着我跑远，哆嗦着喊我不能走，可是我充耳不闻。眼看就要成功，大爷的儿子从墙角跳出来把我拦住：“你不能走，我爹喝了你的水，都躺下了。”不对，上一世他应该没藏在这边才对，这家伙肯定是看我朝哪边跑，他就绕到哪边追。他离得大爷挺远，估计没看清怎么回事，只看见大爷躺了，立马就出来讹我了。我听着他和上一世一模一样的说辞，恨不得把面前这人碎尸万段。但经历过生死，我学会了一点：装傻充愣能解决太多难题，不能跟着烂人的节奏走。我斗鸡眼更加集中了，看着大爷儿子就地一躺。我没有你这个儿子。大爷儿子有点懵：“你特么骂谁呢？我说你把我爹害惨了。”我一抱他的大腿：“好儿子，一定给我报仇啊！打死那个老头！”大爷儿子看着我的斗鸡眼，心里发毛，一把把我甩开：“消息里也没说是个神经病啊。”他自言自语道：“上一世我被讹后才知道，大爷父子早就盯上了我，甚至讹我之前跟踪了我好几天。我现在装傻只是权宜之计，先摆脱他们再想办法。”就在这时，大爷的叫喊声吸引了他，我回头看去，大爷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，正扯着刚才那个白领女生：“哎，就你一次，可就不了你第二次，你好自为之吧。”见大爷儿子朝大爷跑去，我立马伸手打了一辆车，回到家赶紧收拾东西，这里不能住了。上一世他们轻易就找到这里，早就摸清我的家和公司地址。大爷父子可是讹人专业户，上阵父子兵，以大爷为诱饵，讹钱为主，讹人为辅。于是我在电脑城买了带监控的智能门铃，装在门上离开了。当天晚上，我躺在酒店床上计划如何应对大爷父子，手机上就弹出智能门铃的警报。大爷儿子一张凶神恶煞的脸紧紧贴在我家门铃猫眼上，哐哐砸门：“狗东西，以为你跑了就没事了？我爹因为没喝到水，渴得心脏病犯了，赶紧出来，老子跟你说一下赔偿的事。”见没有回应，他开始踹门：“行，装死是吧？老子知道你家，也知道你公司，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”砸了半小时的门，他才离开。我知道他们爷俩今天得来公司闹。上一世我没准备，一味的退让妥协，换来的是得寸进尺。我在公司待遇级别还可以，已经攒了200多万，就因为我不愿放弃这个高薪工作，瞻前顾后，才让大爷得寸进尺。这一次我不再管那么多了，毕竟现在的存款够我用很久了。就在前台小妹打电话告诉我有人在楼下闹事要找我时，我大大方方的下了楼。大爷儿子刚看到我就要冲过来抓我衣领，我抓住他的手一扭，疼得他哇哇乱叫。行，连我的手一起赔。我告诉你，先拿10万块给我爹看病，否则让你工作不保。我两手一摊：“谢谢你。”大爷儿子愣了：“我说让你工作不保。”我对他一敬礼：“那就拜托你了。”大爷儿子懵了好几秒，突然暴怒：“你不用耍花样，这么好的工作你敢说不要就不要了？”我哀叹一声：“可不咋地，牛马当够了，你只要让公司辞退我，拿到补偿我给你50块。”你能拿多少补偿？80多万吧。他两只眼一瞪：“给你80万，你就给我50块？我又不是你爹，给你50块还少吗？”你大爷儿子终于发现我在耍他，从包里掏出横幅：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不赔的话，后果自负。”我早就拿出手机开录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大爷儿子往地上一坐：“都来看啊，有没有领导给我做主啊？”他这一招还是管用，很快就围了很多人。大爷颤颤巍巍拄着拐，哆哆嗦嗦地躺在他儿子身前，父子俩一个负责吆喝，一个负责呻吟，直接把公关老总引了过去。看到领导来了，大爷儿子声泪俱下，鼻涕眼泪抹了老总一裤腿。公关老总又把人事老总叫了下来，二人呵斥我，要我赶紧处理，该赔偿赔偿，不要影响公司形象，否则我就不用去上班了。我当场表示马上就处理，扭头就报了警。
公司发展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二位老总傻眼了。警察把大爷父子劝走之后，公关老总质问我：你报警干嘛？他们再回来怎么办？别人看到警车来公司，你知道对公司有多大影响吗？你们让我赶紧解决，你就说我解决的快不快？公关老总就差跳脚了。我让你解决，是让你彻底解决，没让你隐羞止渴。那我应该赔钱？我可没这么说，反正你必须彻底解决这件事。我打了个敬礼，满口答应。当大爷父子第二天又扯上横幅的时候，我又报警了。第三天、第四天，我觉得很对不起民警同志，他们见了我也是苦笑。最后网络上传开了，大老板知道了震怒，把公关部和人事老总一顿痛骂，要求限期3天整改。至于整改什么，当然是整改我。人事老总跟我谈话，要我主动离职。我拿出劳动法，表示我没有违反公司任何规定。况且对于敲诈事件，我也是受害人，任他威逼利诱，我自岿然不动。不离职，要么辞退我，给我赔偿，要么咱就继续耗着。上一世你们让保安把我带去天台跟大爷儿子谈判时，根本没考虑我的死活。这一世我怎么会轻易让你们好过呢？大爷儿子天天来公司闹，公司就取消了我刷卡进门的权限。我保留了证据，在对面租了一间小公寓，恰好能看到公司大门。大爷和他儿子继续在公司门口拉横幅。公关老总出来跟他们说了什么事，还递给大爷儿子一张纸条。大爷儿子当场摸出电话，照着纸条就打。小兔崽子，你被开除了，赔偿呢？把赔偿款都拿出来。怎么会？我在上班呢。你这不是在我公司楼下吗？大爷这会儿不是在抠鼻子吗？大爷儿子一看他爹，信了80%。我劝他，肯定是那天你见到的那位老总出的主意，想把你骗走呢。大爷儿子挂了电话，破口大骂。人事老总被拉下来解释说我确实被开除了，当场给我打电话质问。你让他们给我立个字据，就说已经开除我了，100万赔偿款也已经打给我了。一听立字据，老总怂了。大爷儿子一看又被耍了，拉起他爹又开始撒泼，一个说心脏难受，一个说脑袋疼痛，场面好不热闹。我坐在对面公寓的落地窗前，支起刚换手机的高倍长焦镜头看戏。很快，公关老总给我来电话：肖凡，你指使人来公司捣乱，再不把人整走，公司将报警处理，把你一起抓起来。一定要报警，与这种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斗争到底。说完就挂了电话。镜头里能看到公关老总气得用力摔了手机，手机弹起来砸到大爷脑袋，大爷直接哆嗦着晕了过去。大爷儿子哭天抢地，就是不打120。最终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，公关老总去旁边银行取了几摞钱。大爷儿子拿到钱，把大爷叫醒，父子2人这才收工回家。公关老总马上给我打来电话：肖凡啊，今天的事我暂时帮你摆平了，我帮你先赔给大爷3万块，你微信转我就行。没问题，马上就转。放下手机就给他发了一个麻将3万的表情图，请笑纳。公关老总疯狂给我打电话，我静音，开始思考下一步的应对策略。大爷和他儿子怎么找上我的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就在我想的头疼的时候，老家表姨给我发信息了：肖凡啊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你外甥快要报名上学了，别耽误了孩子，你承担不起这责任啊！别忘了高中时我还给你送过桃子吃。我这才想起来，重生回来还没顾上表姨这事呢。当时多年不联系的表姨给我发消息，问我在哪上班，说要来看我。聊着聊着才知道，他看上了我房子的学区，要我把房子过户给表哥，好让他孙子能上市里的小学。表哥要了我微信之后，就要让我过户给他，我只当他们不存在。后来被大爷父子缠上之后，就没再顾上他一家。现在表姨又给我发消息，再次提起高中时给我送桃，我正愁谁来对付大爷，这不就送温暖来了？最近有人看上我的房子了，说我这里风水好，给我300万，天天蹲在我家和公司，就要给我塞首付。表姨听了将信将疑，我把大爷儿子大脸贴在门铃上的视频消声处理后，给表姨发了过去。表姨坐不住了：肖凡，你不能卖给他们，咱们可是亲戚，你等着，明天我和你表哥就去帮你。第二天，表哥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：谁他妈看上我房子了？我的嘴角压制不住上翘，毕竟恶人还得恶人磨。我和表哥表姨一起去公司，让他们在远处先躲着，我去和拉着横幅的大爷儿子交流。大爷儿子看到我走过来，就要扑上来扯我，我躲开说：实在不行，我把房子赔给你吧。大爷儿子眼都亮了：你得立字据。不行，现在就去过户。表哥已经走到我身后，听到这句话，飞起一脚就踹在大爷儿子大腿根上。你特么让谁去过户？大爷儿子躺在地上打滚，我战术性后撤，脱离战场。大爷举着拐棍打表哥，表姨冲上来一把扯过大爷的拐棍，嘴里叫骂：看你老的就剩脑袋瓜子了，还想住新房子，给你个骨灰盒你住不住？大爷一看表姨就是不好惹又不好讹的那种，于是大爷爆发出最强战斗力。最后这场2v2以表姨和表哥完胜结束。大爷和儿子都进了医院，他们要表姨表哥赔钱，可是表姨家一共财产加起来不过5000块，哪有钱赔？表哥因此进去了。表姨跟我说：肖凡，等你表哥出来赶紧去过户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我满嘴答应。表姨今晚就想要去住新房子，我痛快的把钥匙给了她，回了租的公寓，然后半夜给大爷儿子发信息：我的房子今晚被亲戚占了，
没办法赔给你了。大爷和儿子当晚就痊愈出院，并且在凌晨时砸响了我家门。表姨自己在家，害怕了。只见监控里门口大爷父子叫嚣声越来越大。表姨一开始还对骂，后来发现一对二骂不过，又不敢开门，于是表姨报警，大爷被劝走。没过一会儿又回来了，表姨又报警，大爷又回来。整整折腾了一晚上，大爷父子才回去睡觉。白天我恰好在这时回家拿东西，看着表姨惨白的脸色和黢黑的眼圈，我关切地问她：“怎么了？新房子住着不习惯吗？”表姨明显有点应激，也不敢再住了。当天就坐公交回了老家，以至于大爷睡饱了回来时，家里都没人了。于是大爷父子继续转战我的公司，拿不到我的赔偿誓不罢休。大老板再也忍不了了，特批了赔偿方案，我痛快签字，拿到接近100万。上一世你们把我逼死，这一世我怎么会就这样放过你们？于是我虽然被辞退了，但还天天去公司大厅打卡，大爷和儿子也天天来堵我。公司楼下逐渐成了网红打卡地，直到公关老总把公司流水打印出来给他们，证明我真的拿到了辞退赔偿。大爷儿子眼睛红得像野兔子，指着我说道：“你不赔钱，信不信我上法院告你？”赶紧去立案，我现在有的是时间。他见我无所屌味，有点要退缩的样子。这时大爷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我知道你爹妈在哪住，我找他们说说理去。对，你爹妈还在吧？你等着。见我面色严肃，大爷儿子更加嚣张了。怕了吧？怕了就乖乖。我突然双手抓着他的肩膀，好兄弟，你要是能找到我爹妈，我感谢你8辈祖宗。他们离婚后，我10几年没见过他们了。大爷和儿子懵了，我从初中开始就是自己活下来的。大爷见用爹妈也威胁不到我，捂着胸口又躺下了。这时表姨又发来微信：“你表哥明天就放出来了，你赶紧准备过户材料，要不然你表哥就住你家不走了。”我看着地上嚎啕大哭的儿子，左边嘴角勾起一抹笑意。表哥敲响我家门的时候，我和大爷儿子正在家里喝茶。我让他继续扮演买我房子的客户，只要帮我把这个吸血亲戚赶走，房子可以超低价卖给他。大爷儿子欣然同意。要知道我这套房子市价要200多万，他转手一卖，大把钞票到手，所以超级配合我。表哥一看大爷儿子坐在我家，眉毛一挑：“你来我家干啥？”大爷儿子拍出一张合同：“现在是我家了，合同已经签好了。”萧凡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！我妈对你那么好，没人管你的时候还给你送过桃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？表哥，你要不去卧室看看呢？我也是被逼的。他一脚踹开卧室门，大爷插了一身管子，正躺在床上玩手机。表哥气不打一处来，一脚把大爷从床上蹬了下去。大爷两人上次被表哥偷袭，这次父子2人齐上阵，跟表哥打得有来有回。3个人打了半小时，才呼哧呼哧的坐在地上休息，一边休息一边互骂。我手机上中介已经给我发消息了，房子的买家已经找好了，完全符合您的要求，是一个安保公司的老大给自己买的小家。当然，我把这个房子的麻烦事都告知了中介。你这点小事对买家来说跟2个屁一样。此时，表哥和大爷父子还在争论房子的归属问题。大爷儿子吃一堑长一智，去厨房抓了一把盐，一个偷袭，把一大把盐全糊在表哥眼睛上。惨嚎声中，表哥彻底没了战斗力，在地上打滚，又打了10几分钟，爷俩都累了。表哥挣扎着站起来，吐了口唾沫：“你们玩阴的是吧？等着，我有人专门弄你这样的。”说着，他摸出电话：“龙哥，你帮我找的那俩无赖呢？把电话发给我，我要他们马上过来帮忙。”大爷父子刚想溜走，被表哥拦在门口：“你俩等着，我这就打电话找人弄你们。”表哥收到联系方式后，马上拨了出去。然后大爷儿子的手机响了，表哥的桃子眼和大爷儿子的懵逼眼在空气中无声碰撞，似有乌鸦嘶哑着飞过。你们就是龙哥找的那俩无赖？你特么骂谁呢？我在阳台上，脸色阴沉。我说大爷怎么就盯上了我？不但知道我住哪里，还知道我在哪上班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背后指使大爷父子的是表哥。他和表姨见我在房子问题上不松口，于是找了讹人专业户找我，把我房子讹走，想空手套白狼。只是没想到打了2架的爷俩就是他找的讹人专业户。我装作没听见，假装在阳台打电话。等回头时，表哥和大爷爷俩已经不见踪影。我联系了中介，用最快的速度把房子卖掉了。家里的东西我什么都没动，因为我知道表姨偷偷配了我家钥匙。很快表哥就给我打电话了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萧凡，我知道你遇到麻烦了，表哥我看在一家人的份上可以帮你一把，我帮你解决那2个无赖，你把房子过户给我，要不然你的房子早晚也得被他们讹去。我语气为难道：“可是那个房子……”我说了，你的麻烦我会解决，包括那个房子。我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我劝你千万别打那个房子的主意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”萧凡，给你脸你不要，就别怪我了。这房子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说完就挂了电话。当晚，他和表姨就打开门住了进去。我监控还没拆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他直接把门锁给换了，可这个房子已经不属于我了呀。
第二天，我房子的买主带着10几个黑西服弟兄过去搬家，结果拿着钥匙却打不开门，表哥在里面骂：“大清早的干鸡毛呢！”大哥一听，一脚就把门踹开了。表姨表哥原本还一人一把菜刀，准备保卫房产，结果门外呼呼隆隆涌入10几个黑衣壮汉，表哥当场就开始哆嗦打板子。表姨硬着头皮说：“这是我家，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我这就报警。”安保公司大哥把刚办的不动产证往桌上一拍：“你们自己找，还是我帮你们找？”表姨往地上一坐，嚎啕大哭。表哥吓得跟鹌鹑一样，屁都不敢放。最后，大哥让几个兄弟把表姨和表哥抬了出去，扔在楼下。表哥这才硬气起来：“你们等着，老子找人弄你们！”说着，一个电话打出去，大爷和儿子骑着电3轮就到了。表哥要他们把能用的招式全用上，势必要把楼上的人赶走。大爷爷俩一看楼下的几辆大奔，说啥也不上去。他俩也知道什么人不好惹。我俩给你忙活这么久，你连个定金都没给。表哥把身上仅有的3000块给他，又保证酬劳翻倍。大爷这才抽出拐棍，颤颤巍巍的上楼去。大爷往我原房子的门槛上一坐，堵住门不让搬家，说这户人家欠他钱，见不到钱，谁也别想搬东西。安保大哥一挥手，出来5个黑衣人，举起手机开始录像。我这几个弟兄都是法学硕士，想玩咱们就好好玩，正规的玩。另外几个黑衣人在屋里打开鲱鱼罐头，放在风扇后面，对着门口的大爷猛吹，一股10年老册的浓厚气味瞬间把大爷包裹起来。大爷捂着嘴干呕，不到半分钟就晕了过去。大爷儿子出场，大吼着让安保大哥赔钱，结果刚吼一句，风扇送过来一阵强烈浓郁的味道，灌满了他的嘴。他当时就一阵眩晕，拖着大爷往楼下走。表哥一看爷俩这么快就败下阵来，当时就不乐意了，骂他们拿钱不办事，喂狗还知道摇个尾巴。大爷儿子本来就干呕不止，一听表哥还骂他，也怒了，把大爷往旁边草丛一放，就跟表哥吵起来。他没注意，自己正好把晕倒的大爷放在了1楼空调的出水管下面。炎热的天气，晕倒的大爷，风转的空调，滴滴答答的空调水，一滴不漏都进了大爷嘴里。最终，大爷因为细菌感染大脑，真的成了植物人。大爷儿子把他爹扔在医院，找表哥要赔偿。表哥没拿到房子，又见他来要钱，和表姨2打1，结果大爷儿子一个不小心，腰子磕在路牙石上，表哥和表姨当场就被抓了进去。